你想说 sorry，只会说对不起，但是在真正的中文里面，很多时候中国人不说对不起，他们说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问路可以说不好意思，你碰到别人也可以说哎呀不好意思。你想麻烦别人，也可以说哎呀不好意思。今天我们学个真正自然的 Chinese chunk，不好意思。上次我们学了不要紧，it doesn't matter，没问题，no problem。今天就不好意思，sorry，excuse me，sorry to trouble you，用在很多很多的情况下，我们学了没关系，没事，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中文短句。今天这个短句不好意思也是很有用，是你在日常中文里面一定会听到的。OK，我们的口号很简单，学会声音，学会短句，今天就马上用。好的，今天的短句是不好意思，慢一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个短句这个词有4个字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常用于日常小事情。对不起比较真实，不好意思更自然更口语。你想问路，想打扰别人一下，想请别人帮忙，或者不小心的碰到别人，你可以说不好意思。人家说对不起，你可以说不好意思。小小的 sorry，经常可以说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不只是 sorry，它有几种感觉。第一种感觉 sorry about that，不好意思 sorry about that。第二种感觉不好意思excuse me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帮我吗？第三种感觉不好意思 sorry to trouble you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第四种感觉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I feel bad asking。所以在中文里面，很多时候都是同一个句子，不好意思。现在我们把中文放进小故事，不要只背单词，看情况，听对话，然后说出来。故事一，Sorry about that。在咖啡店，一个人不小心的碰到你，他说：“不好意思，碰到你了。”你笑一笑，说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故事二，Excuse me，你想问路，你走到别人的旁边，你说：“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？”在那边。谢谢。故事三，Sorry to trouble you。你在店里想问价钱，你先说不好意思，这个多少钱？完整的对话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2块钱，谢谢。
故事4 I feel a bit bad asking. 你想请朋友帮忙，你说朋友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朋友回答：没问题，我可以帮你。现在你看到了，不好意思，不是一个死的单词，但是一个活的中文短句。不同情况感觉不一样，但是是很自然用的。太阳太晒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要转地方来继续我们的课程。来，我们继续。比较正式、比较严重的 sorry， 对不起。日常小事情，轻一点的 sorry， 不好意思。想问别人一个问题，就用不好意思。想麻烦别人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现在我们再听一听我们的对话。我说不好意思，碰到你了。你说没事。我说不好意思，洗手间在哪里呢？你听懂了就可以说在那里。我说不好意思，这个多少钱？你说这个5块钱。我说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你说好的，没问题。很好，现在你已经知道不好意思有几个感觉。Sorry about that. Excuse me. Sorry to trouble you. I feel a bit bad asking. 现在我们练发音，不好意思，是比较轻一点，意思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再来一次，不好意思，碰到你了。不好意思，洗手间在哪里？不好意思，这个多少钱？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现在你不只会说对不起，你现在会说一个更日常、更自然的中文短句。今天就马上用，不好意思。如果你是从零开始学中文的，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们一起学声音，学短句，学真正能用的中文短句。在评论区写一个很短的中文对话，用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碰到你了，没事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下次我们学另一个非常有用的中文短句 Chinese chunk， 慢慢来。如果你学习中文很急，中文里面有一个很温柔的短句，慢慢来。下次见。